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就是俄白联军已经成立了，并且进行了相关的部署。但是他强调呢，我这个联军呢，主要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那么很多人都说呢，俄白联军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在特别靠近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这个边界处，离乌克兰的利沃夫只有200多公里，所以呢，他们都认为说这个说明白俄罗斯要参战了，要下水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现在组成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联军在这个区域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实际上呢，我认为这支联合的部队它在军事上的动作呢，主要是为了就是造型城市。所谓造型呢，就是制造形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是俄乌的冲突它的战场主要在乌东就是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这个方向，还有呢就是南部靠沿海这个方向。那现在这个军事冲突打了200多天这么长的时间还在焦灼着。那如果现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支部队出现在就是俄乌的就是白俄罗斯这个边境上，因为白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交界它这个陆地上边境线大约有300-400公里这么长。那么这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交界处呢，还包括了基辅州因为这个基辅州就直接和白俄罗斯边境交界。那么基辅可是乌克兰的首都它离白俄罗斯的边境最近的地方就是100多公里这是非常近的一个区域那现在白俄罗斯的部队部署在这个区域里边，那就是在乌克兰的背后，实际上架起了一把刀子所以这个感受，我想这个只有乌克兰最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军事上就制造了一个什么形呢？就是俄罗斯的军队不但在东边有，在南边有，现在北边也出现了，也就是3面合围的这样一个形。那么造成这样一个形之后呢，就会成为一种势。这个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趋势或者是局势。因为过去呢，这个乌克兰呢，原来想准备在7、8月获得比较多的北约的武器装备，就进行反攻了。而你看现在已经到了10月份，马上就要进入11月就是年底这个时间了。它现在这个在东部呢起码是没有太大的斩获。那么南部呢，现在应该战事也比较焦灼。那现在如果北部也就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个区域里边又出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军队，怎么办？因为这个白俄罗斯和这个俄罗斯军队演习的时候，有170多辆的坦克，还有这个更多数量的装甲车火炮在这个区域里边集结了。他们还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包括防空还有这个实弹射击一些演习。那这样的话呢，对乌克兰而言，它实际上起到了一个釜底抽薪的作用，也就是你必须要把在无论是东部还是南部的一些部队要回防，因为你要防首都要防自己的身后要防自己的这个基地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把前线的部队往回抽。所以你这样一来呢，就是釜底抽薪，你火没那么旺了，那你怎么去进行这种反攻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也有消息说呢，这个白俄罗斯它这个虽然是说我这个部队就是防御的，但是对俄罗斯而言可不是这样的它是攻防兼备的因为它如果从白俄罗斯这个方向它的坦克装甲车进攻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一种攻。但是呢，它又是防御。所谓防御呢，就是在这个波兰的这个白俄罗斯的交界上，那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就是铁路、公路它都有。而且呢，它距离利沃夫，也就是乌克兰从西方获得武器的中转或者人员培训的地方很近。那它在这个地方如果部署大量的部队，它即使是用导弹都可以够到你这些弹药库和运输的这些设备和这些仓库，那就等于是放缓了乌克兰获得西方武器装备的这个速度。而且如果有毁伤的话，那将会这个减少，也就是
自己在前方这个战事吃紧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就出现无米之炊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所以我们讲呢，对乌克兰来讲呢，这又是一个釜底抽薪，要把大量的部队撤回来，那这个对局势态势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行动是在造势啊，或者是在造形成势。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并不是只说这个白俄罗斯就要直接进入乌克兰参战了，而是说它可能要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因为俄罗斯的这个部队如果进入乌克兰的话呢，它可以给它提供相应的这些装备啊，包括装备的维修啊，包括前面的伤员后送之后的救治啊，它这个都可以提供，而没必要呢向这个乌克兰呢直接发动这种军事上的打击或者进攻，所以从下一步的情况看呢，就是白俄罗斯和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的联军呢，它在长远看可能有防御北约的意思，因为如果北约进攻这个白俄罗斯的话，它顶不住，那就要需要俄罗斯。但是在局部的俄乌冲突中，那么这个俄罗斯又可以很好的利用白俄罗斯的这个国土来，就是利用它的这些优势的条件来给自己部队提供相应的保障。所以呢，它是一个就是攻防兼备的这么一支部队。所以通过这个举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下一步呢，这个乌克兰呢可能面临的战场局势呢，可能要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因为毕竟现在这种事实是摆在自己的面前就是怎么解决这个战场的面儿或者区域扩大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